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毛。今天早上呢，师傅们呢应该上去给我们开工了，因为昨天晚上师傅给我回电话，他说今天早上就上去开工了。他们呢也是急急忙忙的干活匆匆忙忙的干活，干完拿钱就走，然后去其他地方继续干活这样子。那我们呢没有包吃包住，因为上面呢没有开火，煮不了东西，所以午饭、晚饭都自己解决，而且呢，他们也是这里本地人就在城里城里面的本地人，而且他们还有自建房那要是在老家的话，那已经有开火能煮饭煮菜嘛，那他们的吃住、他们的吃喝，我们肯定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他们每一次上去都聚得比我早，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早餐。今天呢，就给他们带了一点早餐上去那走吧，那我也跟着上去了，去看他们施工吧。走。到了，我们到上面了。同样的是3位师傅，但是那位老师傅没来了，老师傅换人了。叔，给你们要带早餐。哟，好，给我带早餐。给你们放这里哈。你们来吃吧。已经开始填了，蛮快的那边呢也已经开始放砂浆了，看，哇，这里很快就高上来了，嘿嘿。他们现在开始吃早餐了，看样子他们是没有吃的。我昨天也吃了，倒太多了，没太多。有啊。我这喝的是豆浆，在我印象中台湾有一个豆浆很出名，叫做永和豆浆，因为有一首歌的歌词里面也提到永和豆浆，那首歌歌名叫做《台湾心跳声》。你们在韶山那边住的是一北方真的一般的了，还没有，还没得一般他们没水了。是个人的还是单位的？个人的都那么多每年1月份上来了，就在打听这期孩子，老百姓问这期没得孩子吗？这期没得孩子吗？2天晚上一场大雨下来时，就有了。有个小农的顺着那个万兰河上来的嘛。顺着万兰河上来，然后问这期孩子在哪点这样子那问这期孩子没得哪个晓得这期孩子第二天起来就有孩子第二天起来就有孩子100多年前的传说是吧？那他大概也是100点过，因为他是和我们在这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我们坐起来的有个老太太，不晓得今年应该100几岁了。刚好就是那个老太太生日，小龙女是从那边来的来问这些孩子是没得哪个晓得有这些孩子嘛？然后晓得一晚上大雨下来是第二天就是生孩子你爸爸他们阿辈都晓得他们都不晓得，他们都不晓得。如果是我老爸还在才是93估计爷爷辈晓得哈。反正就是我们在这头那个老太太也是我们姨妈了嘛。也算是我们姨妈了嘛。大概也就是1920几年过。也就是1920几年。意思是1920几年之前这里没得水的？没得。干的？干了之后，这个有个美女来打听这些孩子有个打听了这期孩子在哪点哈？那人家个个都不晓得这些孩子第二天就开始有海按大人传说，我们就是小龙女顺到万兰河上来的来这里。我们后面那个美女去哪点了？
美女一直在这的。哦，一直在水里面这种。哎。哦，原来还有这个传说。啊，有这个传说。我们你爷爷背的时候，这点都没得水的哈，没得干的哈。嗯，有点神奇。可能这个孩子，可能这个有这个孩子只比我爸爸大没几岁。100多岁爱发老人口口相传下来的。哦，个个都讲啊这种哈。哎，口口相传的。嗯。我们左起有个老太太，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她生日嘛。我们左起人都不会去，不晓得他们这期的机会不？100多年以来，好像只干见底过一次嘞，这个。100多年来只干过一次。干过一次，好像是63年的时候，64年只干过一次。我都有60岁了，64岁了，我们都没看到干过。我们在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村啊叫做浙岐村，然后呢这个湖啊叫做海子，所以啊大家叫这个海子啊叫做浙岐海子啊。有一个传说，说的是100年前啊，有一位美女来到这个村来问大家浙岐海子在哪里啊？浙岐海子在哪里？然后呢大家都说，诶，这集没有海子啊，没有海子啊。然后呢，第二天呢，这里就有了这么一潭水啊，就出现了海子。所以啊，这个海子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位美女呢，就化身成为了小龙女啊，大家都叫做小龙女。然后呢，在这个湖水里面，就这样子。这个传说呢也是挺神奇的，他们说啊，100多年前啊，这里它是没有水的，它是干枯的状态。自从那位美女来探路了之后啊，来问路了之后，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水的，所以这个传说还是挺神奇的。这位小龙女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说的是啊，从这个水的小水洞啊，从这个洞啊上来这样子。这个水呢，它是流到山的后面，所以呢，很多人说的是从山的后面的那个小水洞上来，真的很神奇。你讲那个把那个这个安它了。你上我后头酒啊！他的朋友爱死他不空。这个那个酒吧，这个哎呀。我都开到某个就修了某个他去保安哦。